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赵丽颖妆容进化史，值得普通人学习的变美路径。提到赵丽颖，我们会立马想到她的许多代表作，以及她标志性的圆脸型和务实、脚踏实地的为人风格。除此之外，赵丽颖一路以来妆容升级也是非常成功，从没有修饰感的浓妆，到现在能够扬长避短，适合自己的风格，这也是非常适合普通人的变美思路。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赵丽颖在初期时的妆容。抛开因为时间久远带来的年代感外，这些妆面也是不够衬她。首先是不够精致，再加上深色浓眼妆搭配艳唇色，如果画不好就会显得妆面很脏。对于圆脸女孩来说，那时的眉形也是一个很大问题，只有眉没有形。更是因为短粗的形态导致有点压眼睛，完全没有给赵丽颖的五官加持，只是突出了圆脸的可爱。但这个妆面放在普通圆脸女孩身上，那就真是灾难了。再来看看近期的妆容，结合以前，是不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？这其实就是从无效化妆到有效化妆的转变。那么，什么叫有效化妆呢？底妆要平整无瑕，修饰瑕疵的同时让骨骼收紧；眉毛要提气，根据脸型和眼型调整不同的形态；腮红和修容要增强立体感，根据脸型和三庭关系调整位置；唇妆要配合整体妆面颜色，根据情况做全脸重点或者给眼妆做配合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根据自己面部特征进行扬长避短处理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已经看到初期的她妆面有较大问题。赵丽颖虽然是圆脸，可是脸非常小，眼睛形态也是比较圆，显得十分可爱，也让圆脸审美重新走进了娱乐圈主流。三庭相对标准，尤其是鼻梁长得十分优秀，再加上虽然整体是圆脸，却有相对比较明显的面部折角，因此你会发现她的圆润可爱是有原则的，是带着倔强的。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另外一些点，眉骨的形态平坦，导致原生眉形比较软；眼睛的形态内宽外窄，如果化妆时按照原生形态加深，就会导致眼型不够舒展，外侧被压低后眼睛会有疲惫感。鼻尖、唇峰的形态比较突出，组合在一起会让人少了松弛感。因此，赵丽颖妆容的升级点就是集中在以上这些部分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妆面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，比如在妆容调整中期，为了有瘦脸作用，把眉毛拉得过长了，同时又强调眼妆又强调唇妆，配色看上去会有些没有重点。再来看看现在，无论妆容浓淡，整体会提升了精致度，同时配色也变得更加和谐了。在这之中，最值得我们普通人参考的有这些点：一是眉形调整，二是眼型调整，三是唇形调整，四是脸型调整。先来看眉形的调整。对于圆脸来说，眉毛的形态非常重要，整体要有提升眉骨的状态，会减少圆形脸的可爱和散漫感。因此眉毛整体的形态应该是整齐而非野生感的，走势应该是眉头到眉峰略微向上，眉尾拉长且自然下垂的。这种形态的眉毛可以帮助强调眉弓结构，同时减弱外轮廓的留白，达到瘦脸作用。接着我们来看眼型调整。赵丽颖的眼睛形态是内眼角尖，且眼睛宽度是内宽外窄的，再加上她的双眼皮有时会分层，会导致她的眼线比较难画。她的眼线需要调整双眼皮宽度到一致，还需要眼尾上扬来调整眼型，所以有时就会画得特别宽。如果你也是这种眼型，建议先画好内眼线，再拉长眼尾形态，最后再根据睁眼的形态调整眼线外轮廓，就可以不用通过眼线的宽度调整眼型。
接下来再看唇形调整，能够明显看出唇峰的形态被有意调整得更加圆润，弱化了尖锐感。有时还会直接连起来涂，强调下挺体量感，会有更大气的感觉。最后说脸型的调整，圆脸型的调整不在于修容出多瘦的状态，而是要通过把比例变瘦长和强调轮廓线，视觉上让脸从圆变成椭圆。所以赵丽颖现在大多数发型都使用了八字刘海，弱化面部外轮廓留白，让脸型显得修长起来。是不是面部拉长的较为明显？同时可以通过额前碎发，将发际线调整的较为灵动一些，同样也可以弱化外轮廓留白。这种适合普通人的妆容进化，你学会了几招？